Hello，大家好。前段时间去毛了啊，所以说一直没有做视频。今天跟大家还是讲讲 OCBC 关户的原因。网上有很多人讲的这个原因啊，其实不太靠谱啊。第一个，他说是受到中国这边压力啊，被监管了，说怕外汇出逃啊。我觉得这个是无稽之谈。其实呢，银行开户跟外汇出逃是没有关系的。比如说银行开户的话，我可以收国外的款项嘛，对吧？我并不一定要从中国转移这个钱出去嘛。如果说你非要说转移出去的话，其实开 OCBC 的零门槛的人。你觉得跟那种有门槛的比的话，哪一种钱更多呢？你户多没用，其实钱多才是最关键。其实最关键还不是个人户，其实是企业户啊。比如说啊，中国一些能源的、矿产的这种企业，它还可以合理合法的在国外开户。那如果说他用而且是合理合法的去可以申报外汇转移。对吧？你个人，你说实话，其实很多时候还是很多受限制的。哪怕说你说一个留学生吧，留学生说实话，他赚的钱都比一般人多，对吧？你要管的话，真的是不是这样管法？那如果说非要说，有些人怕这个中国是不允许个人的，叫海外资本投资嘛，没开放这个项目嘛，个人资本投资项目嘛。那如果说不允许你这个拿中国钱去国外投资的话 ，OK， 那直接他切断这个汇款渠道就行了啊，不需要给人家施加说关户啊，你直接切断就行了，让他回流嘛，对吧？还有的人说呢，这个 OCBC 付不起这个15新币或20新币那个邀请费啊，这个也是无稽之谈啊。其实很多银行那种年广告营销费，针对信用卡部门，其实很多时候都是3000万、几千万人民币啊。我大概了解到这些东西啊。就是银行不差这点钱，银行这点钱花出去，它都能收回成本的，银行还是很赚钱的。好，还有一个传言啊，说是 OCBC 开了很多户啊，开了很多户，很多人不用啊，是导致流量成本高。这个也是更加是无稽之言。那服务器流量这个才值几个钱啊？其实你说实话，你哪怕说你有1亿新加坡币的人跟10块新加坡币的人，他用不用这个 APP 程序？针对你的流量都是一样的啊，其实那个只是一个字节变化，这个在储存在数据库里面就是字节变化。好吧，我今天讲正题啊。这边呢是有一个网友吧，可能是新加坡人，然后呢他给我留的言，他可能没有看我视频，其实我视频里面说的内容跟他是一模一样的啊。他说我不认为你和大多数中国人了解这个金融政策啊，新加坡的财务这种规定啊。那么它是不允许啊，新加坡是不允许你没有实际投资以及不居住在新加坡去开设或持有一个账户啊。大多数国家拥有相同的金融政策，他说你不了解这个政策啊。然后大多数中国人使用他们的银行系统做一些违法的活动啊，尤其是 OCBC。那么所有在新加坡的银行呢，都是在这个新加坡监管局其监管下啊运营啊，就这意思啊。我怀疑吧，他可能是 OCBC 员工，也有可能不是啊，但是他新加坡人是确认无疑的。然后呢，他这样说的这段话呢，其实我是认同啊，然后也是没错啊，就是因为这个 OCBC 他没有做到一些品质调查，本身用户协议上写的是计划前往新加坡居住以及已经在新加坡居住的人才能获得这个银行账户开设账户这个资格，所以说没有啊。当然的话啊，也有这种我知道啊。比如说，新银行可以内地见证开设新加坡银行账户。其实很多年前，我一个朋友，他就人不出，没有去过新加坡，他也能开到啊。那以前的话，但是这种是有门槛的，是吧？有门槛的账户的话，他不是不让你开，也不是说一定要你在新加坡有投资或居住在新加坡。像我朋友的话，他以前是没有，根本就没有去过新加坡，人家开得到，人家开了还是大银行啊，是全球知名的银行。开到的话，但是它有门槛，门槛是很高的。好，新闻是要连连看啊。其实呢，去年的8月份的时候呢，新加坡侦破了一起大案，叫30亿元洗钱案，也叫150亿人民币洗钱案吧，就这个数字。这个数字的话，相当于一家上市公司市值了。那导致2024年8月份的时候啊，其实6月份就已经有了，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新闻了啊，就是6月18号的时候就有新闻了。工作准证持有者离境前关银行户头免遭滥用，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在新加坡工作过、上班过，新加坡有很多中国人在那边上班做劳务啊。然后，比如说你辞职了啊，不愿意干了，你离开新加坡了，你去别的地方了，或者回中国了，你这个银行账户现在是要被关闭以及会被冻结的，不让你用了啊。这种政策也是史无前例的，一般来说在别的国家是没有的，哪怕在日本啊，日本东京池袋那地方，其实有很多时候买卖银行户口很常见。因为日本有个研修生制度，很多人研修生做完之后，他离开日本之后，他也不准备回日本了。这个银行户口他卖掉，
能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无所谓他的。但是呢，日本也没有这样干啊。其实新加坡这个还真的挺狠的，因为这样的话，说实话，其实对有些人还是不太方便的。有些人的话，可能还想保留一个银行账户，是吧？那钱也不想着打到中国去，有这种人啊。但是这个钱呢，你可以保留在新加坡，其实这个钱不会被冻结啊，也不是说不会被冻结嘛，只能说也不会被没收啊，冻结是会冻结的。好，终极原因啊，就是因为尽职审查的问题啊，尽职审查不到位，导致这个很多没有资格开户的人开了户，然后还干了一些违法活动，所以说导致关户风波啊。这个回应呢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发言人回答的啊，他只说这点禁止审查，只是他们为了维护这个新加坡的形象嘛。其实呢，新加坡这个华侨银行啊，开户的时候已经说明了，就是计划前往居住。但计划前往居住，我是不是可以说我可以明年后年？其实当时他也没有要求，所以说当时这个 APP 就有一个漏洞。那么这些客户在以数码平台开户时，未被要求提交本地地址或我国政府发出的准证啊。那所以说呢，这个开户很多时候没有资格。如果说你可以提供的话，你这个户照样可以保留啊，照样可以使用。而且呢，新加坡这个华侨银行关户风波，也不是说所有人被关户啊。我发现其实有些人他不生活在中国的话，好像还没有收到这个邮件。那么如果说你未来确实要去新加坡工作，或者说学生，那么你是可以还是可以开户的。好，下面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地方啊。各家银行在进行尽职审查时，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标准，然后在不同标准里面的话，恰恰是华侨银行没有标准最低啊，最低真的最低，他不要求你上传这个地址证明嘛。然后呢，又是下面一句话啊，本地银行业自警方去年8月侦破我国历来规模最大的30亿元洗钱案后，提高警惕。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这个案件真的是太震惊了啊，他们是最大的，历史上最大的。其实呢，除了新加坡的华侨银行可以通过远程开户，其实也有其他银行也可以远程开户，比如说星展银行啊，这边也写了，因为记者调查发现啊，本地也有其他银行提供外籍人士的数码开户业务啊，数码开户就是电子银行账户啊，不过客户需提交相关准证和地址证明。其实说白了就是说呢，这个 OCB 是办的事情也没错，只是他当时就没有要求你上传，现在严格执行了。星展银行网站这信息外籍人士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应用程序开户，那么你提供这些证明就可以开户。大华银行虽然说目前没有对这个外籍客户提供数码开户服务，但是呢，你这个大华银行的话是需要亲自前往包括美国的这种 BOA 美国 BOA 我有人认识也说了就是美国 BOA 也是要亲自前往才能开户，没有远程开户的，远程开户都是违规的。所以说呢，终极而言，这个原因就是他们现在在修补漏洞。修补漏洞的原因就是因为出了案件，出了事情。